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詹委员，五哥好，大家好。那接下来这位，我一直以为他是活化石，没想到他还是半仙，资深媒体人尚一夫。大家好。接下来呢，立法院荣誉顾问蔡哥陈柏惟马上赶到现场，那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了，为什么会说了个半仙的？那跟这几天那所有的新闻相关的一些上公是不会预测一些事儿，然后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好，都有一些关系，好不好？那黄章主席。是不是把机密的文件带出去？他也告诉你，他就是不小心30秒，只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那上公在节目里面就说，是不是进去里面真的是要有一些的东西，是这个样吗？那可是对整件事情来讲的话，那未来好。当然，这跟国防特别预算，因为那是一个机密会议，那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处理，这是一回事。可是如果要讲起来的话，大家应该也会很关心的是，像媒体上的林姓记者涉及到的共谍案这件事情，今天有更多一些的讯息出来，这里头包括在这里头是不是有飞弹连接的士官也被在这个里头有包括收钱啦，甚或有泄露机密的事情，那甚或媒体上报道会不会剑指海马斯？这对大家来讲的话，那就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真的会是这个样吗？当然，你也看到蓝白阵营里面有人直接出来讲说，好嘛，勿忘勿重。可是为什么侦查不公开？所有的讯息，那公开的这么多呢？到底为什么又会是这样一些的情形？所有这一切，包括柯文哲所说的那句话，那如果蓝营不要自己高估自己的实力，好吧？那其实包括30所有这一切，让大家不禁怀疑蓝白合这件事情。如果等到2月1号，黄章也不是总召，也不是立委，那当然还是主席。可是柯文哲是不是主席是所有民众党的盘的时候，那蓝白合未来到底又会怎么样？可是，一开始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对于黄章总召他在带资料的这件事情，他怎么说的？来，那因为今天准备非常多的资料带到外交国防委员会。所以我走的时候，把那个国防部他们准备的书面资料，跟着我自己准备的那一叠资料，就一起带走。我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发现，怎么这叠资料里面有国防部的东西？就返回外交国防委员会，把东西交还给他们。这个大概就是整个事件的全貌。那想要在这种事情上面做文章，我只有4个字大可不必。他们如果认为有违反什么议事的规定，那就按照议事的规定来加以处理吧。来，玉善，是这整件事情好，那它是一个机密会议，那黄章总召刚就讲了，那个过程就是这么样一些简单。没错。那你在媒体上面有看到，包括王定委员的那天是招委，是，然后讲说中间是不是有国防部的官员发现资料被带走了，然后说那会议要暂停，他要出去追，那黄章总召就直接告诉你说没有，他就是发现这个就回来，甚或就告诉你说他准备了这么多资料，他准备了这么多，你不就讲5分钟？好，所有这一些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有这么严重吗？30秒对先跟上公致敬一下他现在可以开一个铁板神算现在连台积电会涨到多少都要问上公网友都在问上公你要不要下一个预言是什么？求你告诉我台积电可以涨到多少这标准的之前就已经预言到，他参与这个会议就是为了字体版本嘛，字体版本不管叫做偷还是叫做拿还是叫做不小心，那你就是需要这个资料来去做民众党字体版本的一个参考嘛。但是黄国昌你的行为不能说30秒就不叫偷那如果以后到 7-Eleven 以为那拿一个东西拿了30秒没被发现就走了如果被发现说我只拿30秒不算偷吗？所以这个借口都不是应该有的理由。你错了就错了，错了你就道歉，不小心你就道歉嘛。但是要讲的是说，是不是机密也不是你黄国昌说了算嘛。他今天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我这个不是机密了，等国防部等美国公布以后，美国公布以后，它就不是机密了。那过期的东西，今天还没过期，我拿了之后，明天过期，我可以跟 7-Eleven 的超商说那个我拿走了我是帮你们，因为会过期，所以我先拿走了吗？我帮你销库存吗？不是嘛，这个还没公布
布之前，它就是机密的资料，而机密的资料也不是黄国昌认定了算，是国防部认定了才算嘛。所以你就是拿了机密资料，而且你不是自己缴回，你是因为所谓的国防部官员追出去了以后，把你带回来说你拿了机密资料要被缴回来，你才愿意缴回哦，否则是没有人会发现的。这件事情这一段是黄昌的说法。跟你刚刚讲那个这一段有出入，你有没有就是刚才在镜头层面特别说，他就是连着他自己的那个资料，然后走出去走，然后就到了楼梯口就发现有那个，他就回来就把他叫回去了。那你刚刚讲那个是黄昌王定委员他们的总召那天是那有国防部的官员，所以这两个因为这两个说法那个感觉上会不太一样哦。没错，调录影带就知道了嘛。那个等一下那个半仙他还是立法院的活化石，他连空间都非常了解，哪里有监视器都可以监视得到啊。所以等一下让半仙来去分析立法院的空间布置、监视器的布置，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调出来看到底是国防部的官员叫你缴回来，还是你自行缴回来，大家都一清二楚嘛。那另外就是说，你这个说真的，你要提版本你就赶快提。今天呢，程序委员会又第8次的这个程序委员会又把国防预算特别条例的这个部分又全部又退回去嘛，没有排入议程里面嘛。那民进党没有自己提版本，还没有提版本，所以我才说嘛，你们要抄要偷都没关系，赶快自提版本，而且版本不可能在院会里面提出嘛，你一定要把所谓的行政院的版本复委到国防外交委员会里面去，你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再从你们的委员去提出你们的修正版本嘛，这样才是符合整个立法院的程序嘛。所以到今天为止你还在硬凹说你不小心，但是你就剩下10天的时间，这10天的时间就剩下1次的程序委员会，剩下2次的院会，这10天的时间我被搞黄国昌讲，你一警工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会不小心，都会搞错，骂的是谁？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会搞错，显然你不具有足够能力在立法院行使一个立法委员的职权这是在讲陈昭姿，不好意思，你剩下10天陈昭姿还有2年，他可以继续做立委。你骂的人家可以做立委你现在剩下10天，我说真的，黄国昌不是说民众党不能自提版本，自提版本也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说真的，以前我们当助理的时候，改一个字都叫自提版本的，改2个字都叫自提版本。你也可以，国民党也可以自提版本。重点是要先就送到把程序委员会或者在院会里面直接复委到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所有的政党、所有的委员才可以去做修正的动议，才可以自提版本嘛。而且你剩下10天的时间，说真的，这次美方对你非常好给你下台阶。美方不知道你已经剩下10天吗？知道就是美方给你去美国访问，给你台阶要给你下，让你在最后的会期里面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复委到国防外交委员会，你不做。你以为柯文哲不会做吗？你以为新上任的这6席立委不会做吗？如果做了，那就是打脸你民众党党主席OK， 接下来要请教2位跟立法院关系很深的，来 ，Thank you。刚才跟观众朋友讲说，3哥陈柏惟会赶到现场，来 ，Thank you， 欢迎。大家好 ，Thank you。Thank you。来，外交国防委员会这次看到是个机密会议嘛？那黄昌就跟你讲说，我就是不小心你们大家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得天大地大的？然后说我要去偷那些资料，然后搞什么版本的东西，有这么严重吗？我觉得蛮严重的，因为大家都在讨论秘密会议这4个字。具体黄国昌出来，我认为普遍大家是希望他就是灰起来嘛，就不小心的拍谁啦这样子。他还要嘴硬凹甚至试图讲什么。我带的没有那么机密，或者是美国公布了，就不是机密嘛。其实这个都是表面之言呐。我待会跟大家报告里面机密内容有哪些东西是重要到你根本不该做这件事情。那但是呢，他去讲说美国会公布的东西，你看国防部很可爱，他下午就公布了。其实军控清单是这个样子，国防部评估自己的东西需不需要买之后，或者是需要增添哪些设备之后。他要报请行政院核定，行政院再请立法院来做审批，然后最后呢，再跟美国会有多次的书信往返，然后我们开清单，他们开价格，最后，我们还要送合约那个要价单，那个东西这样子才算完成合约。前面有一大段路要走，那这一次蓝白两党是从一开始就挡嘛。那这个机密的东西，包含我们待会可能会提到的这几天的新闻，我们也看到了，可能是媒体的记者去
从不同的管道，试图要涉猎这些机密，包含汉光演习的内容，这个2栖侦防车2栖突击车的相关资讯的这个格式、发射等等的步骤，那它本来就是应该一个大家一起保护的东西啊！你立法委员可以不小心漏出去啊，那个官兵可不可以说我不小心传给网友啊？这个就是带头做坏事嘛。好，我先讲不太可能不小心的原因。第一个，黄国昌是靠什么选上立委的？靠他的声量跟他的膝盖很软。好，看到傅昆萁就软膝盖，看到韩国瑜软膝盖，再看到柯文哲软膝盖，这个对了，一软下去，柯文哲就说好让你当立委。所以第一个，他这个本事找到民众党。第二个嘞，他就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在找声量的人啊。我问你，机密会议有没有声量可以做？没有。所以很明确的，有些人在说前面要收手机、收手表，或者是离开的时候不小心带走。我跟你讲啊，对黄国昌来讲，他在咨询台上面的时候，他就可以明确感受到他这场是机密会议。为什么？因为他喊的时候没有人会理他嘛。你可以想象，可能徐小新在那边梳头发嘛，然后林楚茵在那边玩指甲嘛，王定宇在那边看天空啊，就大家都不知道在干嘛，没有人要理他啊。就你问你的，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你要问什么啊。可是一般的这个委员会，大家会干嘛？大家会在那边正襟危坐啊，然后还要小心不能度孤啊。那个比较老的那个军系的立委，给他度孤去用看到啊。那个比较老的那个军系的立委，给他度过去用看到啊，然后那个不能交头接耳啊，所以他那个现场机密会跟非机密会最大的差别就是有没有闪光灯跟媒体就没有镜头就对了，对嘛？黄国昌一咆哮下去，国防部长，现场没有人有反应嘛？国防部长，那不好意思跟你请教一下，叭，念完就走了啊。他准备一大点，你准备500页、5万页都没有用啊，你就是5分钟可以问嘛。所以他是明知道那是机密会议，某种程度啦，如果要心理剖析的话，他在离开的时候是那种孤单然后背后还有一片枫叶飘过，觉得没有人要理我，所以他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听大家讲话。好，我跟大家讲具体机密会议的回收资料流程是什么。我相信你们有看过立法院的国会直播就知道。我们这一排是立法委员，对面那一排是行政官员嘛。我们这一排行政官员平常可以随便过来吗？他们过来都要弯着腰、低着头，学韩国瑜院长膝盖走路才能过来。他们去找，比如说上议副委员的时候，他们是要这样，委员不好意思，委员不好意思，你待会要问的那个问题我们待会好不好？委员你那个问题我们再帮你好好说话，站起来。没不好意思，委员不好意思，好委员那麻烦你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靠过去的时候，大半蹲的讲话，没有蹲这么低啦。然后民众党现在支持者在那边质疑说什么黄国昌的机密文件没拿走的时候，一开始就知道，你以为那个军官是站在那边这样子看黄国昌要看着说，你敏感不 OK， 你写在冲阿伟这样子，你觉得有可能吗？他一定是等立法委员离开位置之后，他们才慢慢的走过去看看说因为我们进去第一个立法院的工作人员会给我们一杯水，我会问你水还是咖啡然后这个接下来那个行政单位会把东西放在桌上，然后等到立法委员离开之后我们目送他离开之后，他们才会走过来看收水的收水啊，然后如果有掐得的起来然后再看一下资料。我认为那个军官是在那个当下才发现说，桌上少一本，所以他才追出去嘛，所以那个机密会议的那个流程是这样，根本不存在什么黄国昌什么，我不小心夹带之后我又想到缴回来，你不就当做里面立法院里面的人全部都是在那边稻草人都不会动。那我要讲这个独家了机密会议在国防采购案里面有一些机密是不能讲的，那我待会讲的是项目，我不会讲内容。我自己的印象中有具体几个，那个当时当然台美的互信也高了，然后立法院可能这个民进党也是实质过半。我们当时在国防机密会议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看到，他除了采购的也是一样这个要个什么国家强化什么哇各军购条例来2张4张A4 纸，然后写1、2、3、4、5、6、7、8条，然后透过机密会议检视具体要采购的项目。那一次他就有3、4张 A4。就具体写了，包含我们现在已经到货的 M1A2T、MQ9 无人机，然后海马士等等的这一些项目，标枪、飞弹等等的。然后呢，写完之后，其实他除了那个项目照片之外，它里面有写一些数字。我比较北吧，我记起来，但是我没有泄露了。我那个不要也可以调我啦，没有就是没有，清清白白不怕人家。
第一个具体性能参数，我们在讲海马式。我问你海马式打多少？你上网查有看到300，有看到500，你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因为它有什么有版本的问题。所以它那里面会写具体的性能参数，它会打多少版本是什么？第二个，它会有采购成本分析。采购成本为什么重要？不是我们台湾花多少钱的问题。第二，我们会有汇差的问题。然后再来是，如果对方没有的备案，还有一个是别人买多少。因为我们自己会比较嘛。我们不能讲数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别人也会比较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让人家知道，比如说美国卖我比较贵还是比较便宜啊。所以这个地方也会是机密。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讲啊？就怕反对党拿出来做新闻嘛。你一曝光啊，然后我 F16 买多少，新加坡马上打电话给美国讲啊，你增效诶，啊你那边没遐济啊，我这边没遐济，所以这些东西会在机密的报告里面。再来工业互惠，我们拿一些东西，我们看起来是跟他们买。但买过来的过程，他们有一些这个东西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国家做的，这个叫工业的互惠啊。你把那个数字讲出去是要干嘛？炒股票还是要炒公司？还是要害那间公司不能做？你如果在地方政府配合的情况，给你查水、查电、查消防，然后你就爆炸了。虽然我们这个是以人心险恶的角度去讲，但这个就是机密会议的内容啊。好，还有一个是数量，数量你好像好，比如说我们这次买2000个托式啊，你听起来有啊，有2000个数量怎么没有？我问你，买几个发射系统，你知道吗？发射系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能够部署几个地点，跟每一个地点的战力如何嘛？我们没有，我们公开的数字是没有发射系统的。我总不可能2000个一个人爆一个，用标枪方式用那边手投吧？不可能吧？发射系统买几个，那个就是机密啊。再来这个部署的地点。这当然会影响那涵盖范围嘛。那如果人家要做战略布置兵推的时候，他知道哪里有什么的话，那他就很好推啊。那当然有一些系统协作的。我的印象中，当时比如说潜舰啊，我们潜舰有个红区嘛，那个红区的东西他不能跟我们讲，其他的东西都要跟我们讲嘛。所以他那个红区但是他红区你不能自绝于整个潜舰之外。红区是连在机密会议里面都没有。没有，但是是怎样？我的印象是没有了。但是他会跟你讲说，我这个东西要有一个跟外面系统整合的那个媒介，那个媒介是什么东西、什么软体、什么版本，由谁控制？我的印象是这样。那它不是一个红区的东西，就好像一个黑盒子，砰，放上去啊，然后像潜舰的心脏，然后整台开始发光，开始动，不会，它还是会有个媒介嘛，还是有一个两边连接的系统，那个东西就会出现在那里。然后最后是交货期程跟阶段性验收。我讲粗鲁一点，最粗鲁的，假设习近平这2年不打不行啊，他知道你海马式是这个时候来跟那个时候来，他会不会影响他的战略决定？会嘛？所以我讲这些机密都是真正重要机密。那黄国昌被他一弄，也要像儿戏，当了10年的立委，机密东西不能带出去，还要书读那么高有什么用啊？爸爸妈妈都没有教你说进这种会议的时候自己严格一点啊。这个很生气啊！我自己当1年多，我都知道机密不要带。都不要讲前面有几千个立委，我就没有遇过有一个可以把机密会议带出来。就算马文君在我们的立场质疑他可能会上下其手的嫌疑，他都还知道那个公务机在那边表演一下，你整个带出去啊？你是到底哪里残？是手残还是脑子没有这个想到那个是？你根本不在意这件事情，我怀疑啦，我怀疑你根本2个情况嘛。你今天去夹这个除却不小心，你要么就是为了做新闻，要么就是为了要写，就是像上一夫讲的，你想要这个什么字体版本啊，结果字体版本好像下礼拜就是最后期限了。这礼拜今天是已经又否了一次，所以大家要表决。然后下礼拜再投啊，然后再过去再来你就没得当了，所以你的字体版本就会变成说谎。你要。国昌，你不要那么在意，我们都知道你很喜欢说谎。你找全台湾，你这2年当立委找全台湾辩论，你到底哪一场办成功了？你会跟我讲一下。你当的第1天我就知道你会说谎了所以你不要那么在意你的信用。我不在意你的信用，可是我在意的是国家安全。大家立场不一样是一回事，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重要，所以不应该带出去。整个事情被你弄得像闹剧一样啊！你这样。我们某种程度感谢严宽腾，让我可以出来讲。现在在里面国防外交的那些还不能讲，他们还不能讲一讲，还要被徐小新讲说你是不是有泄密的嫌疑。我跟大家讲，重要的东西就是真的重要，除非国防部、行政院有一天完全不相信立法院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他就真的给你一个 A4的，像那个以前我们在邮购网拍的那个，就只有图片跟名字。那不然的话，理论上这些数字有存在的情况，你真的觉得这些东西可以泄露，真的可以夹带出去？跟大家讲一下，不好意思，那又怎么样？我最后呼吁韩国瑜啊，扣合这个上公的话，他那个走出去的时候是有2边走的嘛？你黄国昌那一天
那一天秘密会议之前，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去美国72小时行军，内裤都没有换，回来臭不可闻嘛。第二个，他说他要自提版本嘛，那你理论上参加秘密会议，你出去第一时间要干嘛？接受媒体访问。他没有啊，他出门的时候他是往办公室走。所以这个时候就牵涉到韩国瑜了。韩国瑜如果没有公布走廊监视器，看是他自动缴回，回头自己缴回，走到厕所说哦，包包好重，我要拿回去缴。还是有军官追出来说，委员不好意思，这一本不能带走。韩国瑜如果没有公布监视器录影带，就是陷黄国昌于不义。张公，这么多年在立法院里面，这件事情，算是很罕见的罕见嘛。另外刚讲到，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讲，因为黄昌主席就讲说，他就走出去以后，那发现他就把它拿回来。然后另外一个版本是王定宇召委他们就讲说，有军官就直接讲说，发现资料不见，说会要暂停追出去。刚才三哥就讲嘛，那你也说在立法院就是看那个中间的监视器公布与否，对这整件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为什么你上个礼拜会觉得会有那样的预言？因为很简单一件事啊。军事采购的特别条例我就说只有3个是最重要的条文，一个是金额上限，一个是类别，一个是执行年限，这3项，那金额里面就涉及到你品项，你执行年限多少，你涉及到你要编年度预算，年度预算等等。请问一下，这如果你没有去跟美国跟什么，你国内采购都谈完的话。你怎么编？你根本没办法编嘛。你比如说要买20万架的无人系统，那请问你跟谁买？你国防部知道你跟谁买，但黄国昌知道跟谁买吗？你说要自提版本，一定要有个东西有所本。你提出来以后，我就问说，你提1兆，那请问你1兆这7项你7类你买什么？除了已知的美国，你要买什么？打得出来吗？执行年限几年？期限是什么？你一定都不知道嘛，你没办法写嘛。你唯一能写就是听完这一场机密会议，告诉你我们买多少品项，买多少，然后交货期程是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你才能在里面删减嘛。不然你根本没办法拟嘛。这就是你说为什么你觉得是要你就是要去偷东西嘛？只不过我讲的是那个心理上、精神上，结果他是物理上的，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好，我也没办法，就是说，而且很清楚一件事，刚才博伟讲那个，其实现在国防部已经很聪明，他进去的人，国防部开出来的名单，进去的人，开这种秘密会议有机密文件的人。其实他开了一个我要进去的名单，里面有任务编组。他进去的人，国防部开出来的名单，进去的人，开这种秘密会议有机密文件的人。其实他开了一个我要进去的名单，里面有任务编组。任务编组在干嘛？就在盯资料。他什么会议他都不要盯，他就看委员手上的资料有没有不见。一个委员走，他马上就看资料在哪里，然后就盯着那个委员，你到那个门口有没有缴回？这个他会盯着。上公可不可以这样问？他会盯着。物理上来看，他是要盯着所有的东西，包括委员有没有缴回。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包括机密资料也不能抄录，什么都不行，对不对？因为你在里面有笔有纸，但是他们也会盯着，对吧？我的意思说，他有另外一个任务，是不是要谁在看机密资料，谁在动笔？如果你机密资料要动笔外泄的话，那坦白说一句话你不是长期在混武器圈的那些东西拿起来你要放在脑袋里面，真的太难了啦。三个怎么样？我那个年代好像还没有这么严格啦，还没有这么严格。应该是2024选举的时候，现在会发生一些事，对，所以现在更严格。比如说，我们要买那个油弹炸弹，一个要700N，一个叫600 ISR，600N 跟600 ISR 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没有长期在那边，你只知道600N 700N，但是突然改成600 ISR， 那是什么东西？那完全作用性完全就不一样了。OK， 一个是勤监，一个是攻击炸弹。那请问你
说实在话，你没有摸过，你真的脑袋说你一下子要记吗？有些人动笔，旁边人就在看啊。而且，绿的在监视蓝的，蓝的也在监视绿的啊。大家也都在看对方啊。为了保密。对啊，所以你说拿出去，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你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你去领机密资料，你当然知道你手上有机密资料。当然。你要出去的时候，你要缴回去。你夹着就走。第一个不符合道理，不符合理啊。第二个，你的出去以后行进的方向，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在立法院委员会议室哈，一个就现在他这个方向，一个叫群贤楼，一个叫群贤楼，一个我们贯称的红楼啊，那不是西门町那个红楼哈。红楼1、2、3楼，2、3楼的格局是一样，2、3楼格局是一样的。那他们的会议室是在3楼，隔壁是司法法制，就黄国昌经常会在的那一个委员会。如果他有2个门，一个是靠近主席，一个是议场后面。那个会议场后面，你从后面走出来，马上右转就是楼梯了，就下去了，下一层楼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立委在接受访问，后面有一块大地图，那个是在2楼，但是他是选择从主席的门出来，往另外一头走，另外一头走，他要经过司法法制委员会，然后到楼梯不用转弯，不用转楼梯，他是直接就下去，一般要回会馆走那一个楼梯，一般如果还要去开会，会走另外一个楼梯，因为就近，所以他是往会馆那个楼梯走，表示他后面可能应该没有要去其他会，没有要去其他会。第二个，你拿资料拿着，走着，只有一件事你会发现，你边走边翻资料。你说要不然你不会发现你带了资料。你带走了，你翻资料发现，那你是不是边走边翻？但是你看他出来那一瞬间走出去，有边走边翻的动作吗？并没有。然后各位还记得吗？有一次公布一个录影带，有立委带着锁匠，不是要去开门吗？那个就是立法院的廊道的走廊监视器，绝对有，100%有。你是自己发现回走，还是有人追上去？录影带绝对清楚。OK， 你只要在他开记者会，有记者问他要不要调监视录影带，他跟你回一句不用，那我们就心知肚明了。如果你是真的，那你说调监视录影带来证明，但记者问他，既然说是不用，不用，好，所以很清楚一件事嘛。你是自己发现还是带回来的？这很清楚了嘛。然后呢，当然你说里面的内容，它有分公开跟机密嘛。机密的时候，其实你走的时候桌上没有，然后你走出去，在那个主席进来那边有一个柜台，他要签到啦，发机密资料在那边，然后有一个。那个机密资料是国防部，然后摆在那边，你签完国防部给你一份，上面都有编号，所以哪一个立委离哪一份都知道。当国防部的官员看到你离开桌上没资料，就盯着你看出门的时候有没有缴回去，没有，马上就冲出去，所以跟王定宇委员说，召集人说，等一下，有机密资料带出去，就是专门人在那边看着盯着你走出去嘛，然后你自己领机密资料，你不知道，好，这个很奇怪哦。如果照上公刚讲这个，好了，博文也是媒体人出身的，刚讲这样，但是有一点就是，就算他不小心带出去，那立法院其实这没有法则。现在大家发现没有法则，民进党好，刚讲说黄昌总召讲说他觉得他不用调，民进党委员有没有人要调？就是这个影带到底要不要让大家看一下，到底事情的原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另外一段是。有人去告发说有没有涉及违反国安法？你有看到刚才黄昌主席有直接讲，大可不必在这种事情上做这种文章吧？我为什么讲博文？因为博文也是媒体人出身，然后也跑相关的这些线。因为这2天一个好，就黄昌主席他不小心带出去这个，大家有必要搞成这样吗？但另外一件事也是牵扯到媒体人，就是马德尔这件事情，林姓记者这件事情。如果照今天再揭露出来这些讯息，他甚或会不会跟我们的飞弹连？
甚或跟海马士会不会有关系？这个就姿势体大了一些，因为这是很认真要看是不是真的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的相关的现在已经线上的一些国防机密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外泄？我觉得黄国昌这件事情，我认为是非同小可。第一个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开那个秘密会议好像也没什么。其实光是机密会议，你想想看哦，一般我们在委员会，不要说里面，有时候里面有记者，外面也是人潮熙熙攘攘，甚至也有记者就在外面。机密会议外面是站警卫，你不能在外面偷听都不行。你光是进去要把你的这个电子手表拿下来，手机拿下来，你光是那种氛围，你就知道说，哦，今天这个秘密会议所有的文件要非常的慎重。坦白讲，那个每一个步骤都是提醒你说，这里面的文件你不能够抄录，你不能够录音录影，你也不能够带出去。你知道最后王定宇他特别讲哦，他说。他到最后看到那个离开的委员，他还特别要提醒哦，就提醒说，有这个是机密会议，所以相关的东西大家要记得对外要保密，然后文件要留下来。结果那个黄国昌听说那个时候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头也不回就帅气的离开。好，那他离开，第一个，你在里面已经有那个刑诉那样的氛围，你说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完全都没有想说，我这个是不是有夹带这个东西啊？有夹带。然后你就这样大大方方走出去，我认为机会很小。好，那就算真的万分之一产生这样的机会，你应该出去觉得说啊，做拍摄不好意思，我真的是不小心拿出来。那这个因为我们的了解是有军官追出去之后，然后把那个文件拿回来。可是他现在的意思是说，没有啊，是我自己出去看到之后，然后我自己主动缴回来。这个很简单，你只要调影带就好。那刚刚主持人你问啊，你说那这个要不要你们的党籍立委要去调，或者说韩国瑜立委，韩国瑜院长是不是要把这个公布出来？很简单，如果今天我是黄国昌，为了自证清白，我自己去申请，我去要求嘛，他应该自己去要求。可是我觉得他今天没有做这动作，而且他一副说大可不必，意思好像说。你们都太紧张了，小题大做。我是觉得这样子哦，你知道以前那个立法院哦，别的没有，那个监视器其实还蛮多的。因为以前啊，那个立委哈打架打到怎样，你知道吗？在就以前那个比较是我们那个时代啊，那个有一些比较背景是又黑又金的，在里面不敢出手，你知道吗？然后出来之后看到那个不顺眼的立委，楼梯间脚就踹下去。曾经有一次就发生那种事情哈，群贤楼，对，我不要讲谁，因为那个也都过去的事情哈。吹下去之后，后来那个楼梯间也都加入，所以你都不用担心说调不到，你都不用担心说，黄国昌，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出去之后边走边想，我怎么多带一本，不好意思，我赶快拿回来。我跟大家讲，如果这个东西你不自证的话我们有无限想象的空间。我以为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有这么严重吗？黄国昌主席这件事情，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林姓记者的那件事情，蓝营其实没有在这方面有太多琢磨，反而是白营的人一直不断的讲到，就是一个记者到底能够泄露什么，讲了很多，甚或绿色恐怖都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林记者这个案子当然以目前而言，这个媒体就是特定媒体，它独家报道。今天有很多讯息，蛮多内容，而今天的讯息更仔细。好，举例来说，我看到里面其中一段说，由这个马德的账户汇出，应该他的账户应该是指这个林记者，就马德那金额高达数百万，然后还有大量泰达币等等，连金流从他个人账户中那个细节都很明确的写出来了。那当然，其实我们一直认为说，这个相关明明桥头的地检署说侦查不公开。但的确回到特定媒体之后，侦查都变公开，这是我们一直质疑的部分。但也的确面对这样的事实证据，我们搞不清楚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从不管是郑丽文主席到这个徐小新委员，都是对这件事情来说，是相对是比较保留的。所以从不管是郑丽文主席到这个徐小新委员，都是对这件事情来说，是相对是比较保留的。为什么保留这样子原因是今天面对我觉得立场是这样子我们这个有中要去跟中国大陆合作谈判，然后去交流，这是基本的一个态度跟立场。但不代表说有中就一定会变成所谓的中共同路人，或变成通敌。
那一样回到中华民国立场，有通敌的行为是大家都不能接受跟不能允许的事情。那现在这位临机记者他有没有通敌行为？以目前而言，如果这篇报道为真，就是有；但这篇报道如果他只是一个讯息的释放，到最后又不是真的结果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报道这个真实性到底到哪里。所以回到国民党部分，老实讲，的确不管从主席到这个立法委员，对这个案子相对的回答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保守的。那当然，这个保守原因来自于就是说，的确，因为这个行为是连就国民党我们都不能接受跟不能允许的。就如果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如果这样的事情，你觉得这不是党派的问题？这不党派的问题啊。那当然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去讨论啊，譬如说我举例来说，就是那为什么也会跳出来针对这个事情？郑丽文主席有讲另外一个，就是指说像这个赖总统在骂芒果干这样的论述哦。其实主要原因的确是这几年来面对所谓的共谍案，不是所有都是这种罪证确凿，然后到最后都是有罪定验的。那包括徐小新讲的这个向金夫妇就是这样嘛。二审是洗钱罪无罪，但他的共谍案是连起诉都不起诉。所以就是过去你知道那是总统大学，大家还记得吧？韩国瑜这个被这个向金案搞得7荤8素的，然后到时候讨论沸沸扬扬，媒体的这个事实资料看起来好像罪证确凿，就好像有这回事，但最后是无罪跟不起诉啊。所以当然有这样的前车之鉴，我们对于这个部分我们相对比较保留，就认为他到底有做还是没做。老实讲，以目前为止没办法去做太快的一个定论，因为我们蓝营最近一直在讲一位这个郭美兰嘛，我相信上纲也知道嘛。的确，过去就是因为这所谓的共谍案的关系，导致他后来有一个很不好的结果。那这样事情，但他都是无罪，他是无罪，他后来无罪。好，那当然我们希望这样子憾事不要再发生在下一个人身上。OK， 大家秒，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个大帽子一下来以后，那当然，因为当记者被侦办这件事情，而且过程当中，当然有一些人会讨论说，他的立场上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就会说，哦，为什么会要去办这些人？那当然，刚才讲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有说，那卖芒果干，然后包括用司法抓人，是不是又来这些？你如果从今天媒体上，当然你说是不是涉及到侦查不公开，为什么特地媒体可以泄露这么多？这是蓝营跟白营一直在质疑的，从柯文哲案以这样一直在质疑这些。如果你单以这个内容来看的话，它牵扯到的是真的跟我们现在大家，包括我们现在采购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已经到货的，然后我们现在在使用的一些国防武器上面来讲，看起来是针对这些。这我觉得现在很多对于这些司法案件的评论哦，有的时候啦，它政治化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性。很多时候都是包牌嘛，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民代啊，也有监督政府的职责嘛，对不对？那我们平常为民喉舌、为民发声，但如果我们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当然该罚的还是要罚呀，不能够因为说我有这个为民喉舌的这样的身份，所以呢，我如果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被查办，一概都牵扯是政治迫害嘛。新闻记者也是一样啊，新闻记者的天职是捍卫民众知的权利嘛，所以他要挖掘真相嘛，他要揭发弊端嘛，这些都是我们大家支持新闻记者所谓的第4权哦，一定大家会支持。所以新闻自由也是这样子来的嘛。那但是如果说真的有像我们就不讲周刊那个报道，我们就从地检署发布的新闻稿来看好了。它里面如果说有提到了跟这所谓的涉嫌啊拍摄这些有投降意味的影片的军人有这些金流往来，这个跟记者的职权有什么关系？你做一个记者，你会需要去跟一个军人有金流往来吗？这不是你工作的范围吧，对不对？就像一样，如果今天假设是我们在场的民意代表被我们发现，我们的账户竟然跟这一些拍摄投敌影片的军人有金流往来，检调查我们也不过分啊，对不对？所以按照周刊都先不用看，你按照地检署的新闻稿，那你就不能够再把它跟新闻自由挂钩，因为他被查办的原因跟他做报道是完全无关的，除非啦他要自己他的。这个我也帮他想了有没有什么说法了，他也说如果他卧底写调查报道，然后要去接近这些叛国的军人，我看他会不会这样讲，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阅卷。但是这样扯不觉得扯太远吗？跟新闻自由到底有什么关系？就是我听很多人在说啊，这是打压新闻自由，这是独裁，这是什么什么。那我奇怪，记者的工作不包含这些吧？对不对？如果今天一个记者。他的账户被查出跟贩毒集团有金流，难道他还要说我是新闻自由，所以不能查我吗？那这样子的话，
但是从事民代也好，从事政治人物、从事记者，犯了法都不用追查。那这样子岂不是台湾成为犯罪的天堂？所以不能够这样看，还是要回归到说，就这案子里面，现在地检署发布的新闻稿，以及呢桥头地方法院他也裁定羁押嘛。那最后一翻两瞪眼，什么时候？先看起诉书嘛。那当然，今天周刊有些报道，我也不知道里面内容是正确与否，但是有些说法真的蛮包牌的。就是这位林姓记者一开始被抓了之后，马上有人说证据全部拿出来啊，怎么没有证据就抓人？证据全部拿出来啊，就还没有起诉嘛。结果现在这个周刊报道出来，你就说啊，侦查怎么大公开？你怎么这个可以报道这些内容？那所以就你们的立场，你到底是要知道案件细节，还是不要知道案件细节？以我来看的话，我的立场很清楚啊。地检署的新闻稿出来，那我就是静待起诉书或不起诉书嘛，就这么简单嘛。所以我也不会去叫嚣说，你怎么没有证据就抓人，你怎么样嘛。那反而是去叫说没有证据就抓人的这一批人，现在看到了周刊的报道又好生气，那到底要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最为难的说，面对到这种包牌式的说法，真的很难理性的讨论事情。其实我们现在过来看一件事情说。中共他要渗透，他当然不会笨到明目张胆的直接派一个共谍来，然后跟你接头，而且还派共谍自己的账户汇到你的账户，全部的记录都还留在台湾的银行里嘛。这些渗透一定有所谓的中间人，甚至中间人不止1层、2层、3层都有。那过去我想，博也非常清楚，因为他以前是国防外交委员啊。我们的军中现在过去一段时间早就有那种所谓的利用借贷。利用高利贷去接近军人，去渗透军人嘛。一开始可能说借几千块，对不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说，好啦，你还不出来没关系，我这单先免了，但是你给我一个，他会先跟你要一个不是那么机密的资料。那个军人内心动摇啊，想说反正这也没有涉密，我就先给你啊。这个就跟染上毒瘾一样，一开始是最轻微的那种新兴毒品啊，后来越吃越重啊。这个在过去司法判决里面真的有你去上那个司法院的裁判书查询，这种用金钱从一开始蝇头小利吸引职业军人上钩，然后到最后深陷不可自拔，因而交出涉密资料的案例比比皆是。那你这些中间人之前有些是钱庄的，然后有一些是可能是这个有漂亮的女生去接近他的，这些种种很多。那所以我觉得关于中天新闻这个林姓记者的事情，确实务必要查明，甚至如果未来有起诉书的话，这起诉书应该也要详尽的公布。当然，因为我们当然要知道说，如果说真的是由我们国内，虽然他目前没有电视台啦，但他网络上是最大的新闻媒体，他的记者涉入这些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天大的丑闻。我们人民真正知的权利在这里吧？我们是有权利去要求要交代清楚。到底这个记者跟国军这些拍摄投降影片的军人，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牵涉到其中的深度到底有多深？还有多少人知情？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问题，不要再用那种，我说真的啦，我讲一句，如果这跟新闻自由有关的话，你不是在羞辱全台湾的新闻记者吗？全台湾的新闻记者有谁跑新闻是需要去跟这一些相当于已经背叛台湾的军人有金流往来？谁跑新闻需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要把新闻自由拿来做这一些在渗透我们军队的遮羞布，这也不是新闻自由的本意。那意思这整件事情好，那当然讲媒体今天的报道这些相关一些内容，你不知道他到底最后检方如果起诉或不起诉的那里面内容会不会跟这个都一样？可如果照这里面所讲的一些事情，第一个大家就讲为什么是桥头地检署？因为林全佑住台北。好，那媒体上是讲说，因为黄国昌那个时候不是有没有涉及到狗仔门啊什么什么这些，不是后来有报道说那台北地检署申请了好几次要搜索或什么，都被法院打了回票。然后这次他们想一想，那干脆，因为其他一些军人他们的驻居所是在包括高雄啊，那是桥头地检署管辖的，那桥头地检署管辖的地方，你可以想象，包括左营这些地方，有海军的，有陆军的，很多一些地方。所以他们就干脆到那里去申请。在法律上，先跟观众朋友讲一下，一般来讲是以被告，那你到底居所地、住所地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地检署可以管辖。那既然同案有这么多被告，就挑其他的。好，桥头，
结果搜索桥头地检署向桥头地院申请过 ，OK， 然后就跟他往下。有一个突破口，现在检方办案都有一段，就是反正来以后，手机、电脑，是不是全部都弄？因为他们是突袭式，上班以前直接突袭，然后所以所有的资料应该都来不及要删。如果有犯罪行为的话 ，OK， 如果有涉及到这些，看起来这里面未来会不会再有？可是大家最在乎的是这一段的报道。有一个突破口，现在检方办案都有一段，就是反正来以后，手机、电脑，是不是全部都弄？因为他们是突袭式，上班以前直接突袭，然后所以所有的资料应该都来不及要删。如果有犯罪行为的话 ，OK， 如果有涉及到这些，看起来这里面未来会不会再有？可是大家最在乎的是这一段的报道。周刊里面是报道说，检调发现林承佑，他现在叫集团哦 ，OK， 好，就这整件事情，他锁定的对象是陆军去年7月才成立，专门操作向美军采购了最新型火箭跟战术飞弹的基层部队。这款火箭第一批已经运到台湾完成部署，射程高达300公里。他没有讲什么，你大概也猜得出来是什么了 ，OK？ 射程高达300公里，范围涵盖共军在福州、厦门、泉州这些地方的海陆空关键基地，是我们不对称作战。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是讲不对称作战，如果劳动对我们有任何一些的企图的话，我们的包括300公里、500公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火箭，这些是不是可以打到这个范围？所以，一善，我们大家最 care 应该是这一段有没有真的资料流出去吧？对，当然是，而且我要讲是说，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去查林承佑，是因为查5星旗案，就是有个军官拍了一个影片，说我支持中共啊，就要查这个军官，就明显的违反军纪嘛。那我查这个军官，发现他里面的相关的金流有林承佑嘛，那林承佑汇款给他。那才查到林承佑嘛啊！我要讲的是说，周刊的报道是不是事实？我至少知道他们的搜索一定要经过法院嘛。当然啊，搜索票要跟法院申请嘛。你搜索票要申请的时候，要不要提供证据给法官看？说我有这些证据，所以我必要去搜索林承佑嘛。第二个，我要羁押林承佑，那更严重啦。那为什么要羁押林承佑？我要提供我现在有的证据事证，说我要给羁押林承佑嘛，而这些事证，我相信就是这一次周刊报道可能涉及的这些范围嘛，包含林承佑啊，他是不是用了自己的户头哦，自己的户头哦，汇款给这个士兵哦，包含总共将近21万的钱，用自己的户头。我觉得林承佑哦，这个人嘛真大胆呢，没嘛你们用别人的户头，结果他是用自己的户头。通常车手都用人头户嘛，他不是，他用自己的户头哦，啊，跟他的做记者的性格也蛮像的。他做记者的性格也蛮是大猪大鹰啊，这个非常的扣水啊，就是觉得我是记者啊，所以哈，你们不敢得罪我，我就可以去访问啊那个赖品妤啊，哦，就是用肢体的挤压的方式，所以他这个人性格上面是不是就有扣水的这一面？所以他也觉得说没有人敢得罪我，所以我用自己的户头，所以从他的户头里面也查出了相关不正常的金流嘛，包含有上百万交代不清楚，他不是收入所得的一个金流到底是哪里来的嘛？包含他还有泰达币嘛，这些虚拟货币是不是用来洗钱用的？这些东西当然未来检调在调查里面会在起诉书里面去呈现，但是我相信检调一定有充分的证据，才可以申请到搜索票，才可以去申请到羁押，而且羁押成功嘛。而为什么羁押成功？重点来了，他跟这个士官的讲法不一样啊。这个马德啊，就是林承佑啊，他说啊，我是借贷关系，一般来讲都会推给借贷关系嘛，因为你确实在金流上面就汇款给别人，所以你一定会推说借贷关系。但是这个士兵说，我跟他们不是朋友，没有很熟哦，我们两个之间也没有借贷关系。好，士兵跟这个林承佑两个人之间的供词不一样，那有没有未来有串证的可能性？所以我要羁押你嘛。那包含你现在有金流，你会不会如果我不羁押你，我未来这些证据的保全就会产生问题嘛？另外就是犯嫌重大，所以我用羁押的3大理由去羁押了这个林承佑，所以非常清楚了，林承佑
在这个集团里面扮演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而我相信林承佑绝对不是主角，因为不止一个啊，不是这个士兵拍5星旗的而已啊，总共有10几个啊，这10几个被抓的这个士兵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集团在处理这些相关的事情？而林承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中间人，他还不是全部的一个样貌，而这个全部的样貌在周刊报道竟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些军事机密嘛，就是刚才主持人那个武哥讲的嘛，它包含了这个是去年成军的啊第一批啊，果然了嘛，大家就知道第一批的海马士就是2024年到2025年我们第一批成军嘛，而且我先讲，海马士上公一直最在乎的是老共军演那一次正义使命，对，他里面特别点名海马士，对，发现海马士目标，然后炮1、炮2接收讯息开火呀，然后海警也特别说你用商船运海马士的话，他们要拦截呀，然后不惜使用武力，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很 care 这个东西。对，所以是不是海马士从周刊报道那讲的那几项，包含射程300公里啊，因为搭配M57的陆军战术飞弹，它其实就可以射到300公里嘛啊，所以这些的资讯，它收集的资料包含部署地点、操作说明跟参数、机密参数，这些是不是就是中共发现了这些东西了之后，他去年的军演就以海马士作为主要的一个对象，来作为如果我台湾有海马士之后，我未来要如何去进攻台湾的一个所谓的演习嘛？所以他的演习项目非常多，刚才那个上公讲的很多项目是针对的海马士，而这针对海马士的演习，是不是他们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海马士的情资，才进行相关的演习？所以这对台湾的防空来讲，或者是未来对中共侵台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嘛。另外就是我们未来还要采购海马士哦，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去侦办，未来影响到台美关系？海马士的所有的军事情报，如果外泄给中共，那我美国要不要卖你更先进的海马士的一些相关的武器设备？这些东西变美国会去考虑的对象嘛，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全力的侦办严办，让台湾人放心之外，也让可以攻击我们武器的美方放心。OK，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因为一个以刑事无罪推定的原则，所有的案件要等到最后判决定谳以后，你才能够论断说到底是不是有罪。那这所有的相关一些的讯息，是真的事实完全呈现在这部分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的资料相关的一些讯息？那看后续在侦办过程。好，那除了大家讲说这2件都跟所谓的机密有关系以外，国内政坛没有什么好机密的，大家都知道。那只是有一些想法，可能你要揣测，你想不通。譬如说，三哥，你会告诉我为什么柯文哲要炮打蒋万安？他骂赖清德很正常嘛，因为大家就已经听了，从他还没有从看守所出来以前，那生活黄国昌讲透过监视器都可以看到赖清德，这很正常。但同时讲了蒋万安，然后讲了骗选票，讲了很多，讲的蓝营都有一些人心里会不爽了。就大家不是要蓝白合吗？蓝白合你这样讲成这个样，到底为什么？柯文哲他的政治经验上从来就没有告诉他的成功是来自于跟别人合作。他一直都以为，他跟民进党那次不是来自于跟民进党合作吗？2014年，不要再提了。哦，算了，过去就让它过去了。算了，翻译了。柯文哲他认为是他成功利用了民进党。OK， 他认为是如果不是我，你要派谁选？所以是我成功，不是你成功。像我跟民进党合作，那我的想法就是大概7成8成的选票是来自民进党的基层。那我是锦上添花。那到柯文哲他可能就会相反，都是我的票啊，不是你选不上。难怪他会说蓝营不要把自己实力估太高，那个32-0。然后很多是因为了要救他，他的想法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他来讲，国民党也不过就是2014年的民进党而已啊。他反而一走出来的时候会看一看说奇怪啊，怎么我身边都国民党的人？不，黄国昌你在干什么？真的一定他的想法一定是这样子啊。但是黄国昌他的经验不是嘛？他的经验是他这个地方他会玩到底，然后但是他会给自己保留很好的后路。他是一个。他会把结局讲在前面的人，那柯文哲是从不讲结局的人，所以他们2个的路线是不一样的。黄国昌一大早就跟你讲，黄国昌从去年我就有做影音相关的朋友，坦白讲就是之前他有做过什么 KCI 调查局那个，
他把黄国昌逻辑也很简单嘛。2020选完之后，蔡英文817万票，他没事做嘛，他就跑去自己拍了影片，还梳油头，在那边国昌调查局 KCI 要走那个网红风嘛。拍完之后，如果不是这几年我还帮他宣传，他那个点阅好像就1万出头吧，很惨的一个影片。然后在那边讲科学城物流，在那边讲半天，下面根本连留言都没有，就很悲剧。他就把那一次的失败认为是赖清德要负责他的心情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民进党全责嘛。之后他要在去年应该是要当立委前后吧，他又再一次的要招募人家，说他要做影片啊，要做直播啊。他招募的理由就是我要选新北市长。所以他是一大早就把目标讲完了。那柯文哲这个人的特色是，你跟他聊了半天，你聊了2个小时之后，你还是不知道他要干嘛。比如说你问他有没有支持同婚啊，他说台北市政府是第一个提出释宪案的政府，我怎么会不支持啊？可是我讲我怎么会不支持，他也没有说他支持啊。等到反同婚的朋友去问他说你到底支不支持同婚？我去那边我也可以不拿票嘛，我投了票，人家也不知道我同意还是不同意嘛。然后等到第3次人家再问他了，他说我明白的讲，我投下反对的票，但是我那个雅量可以接受台北市接受公投的结果。你可以这样子包牌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对柯文哲的认识嘛。他讲了2个小时没有结论啊，就是也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死刑他也表示过一模一样的意见啊。我明白讲嘛。台湾现在就是我认为死刑这个不能够勿枉勿纵严审严办嘛但是台湾有90%的民意是支持死刑的嘛所以你支不支持？他也没讲啊。你问他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有没有去那边叫人家器官移植？有没有拿一颗毛去那边？我看起来像共产党吗？他也没有回答所以他的玩法就是这样子嘛。他有明白的跟你讲过我不是吗？他从来没有讲过每一个议题都一样。以问答问啊。对，他就是我看起来像共产党嘛。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些把他下面的一些什么周瑜修、陈之然，他们就会以这一尊为这个他吐出来都是圣言，都是真言。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些迪亚梅他们出去讲话都是在模仿柯文哲，以问答问模棱两可，大规模包牌嘛。所以黄国昌为什么说他是大哥？因为我以为我黄国昌游走蓝绿已经很厉害。还有这个柯文哲可以比我玩弄蓝绿，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的心情在创造这个第3势力的。我也无所谓了，反正这个就是他们的选择。可是柯文哲不怕话讲得过头了吗？尤其他现在直接点名的是国民党未来明日之星，而且现在看起来，尤其这次选举可能在全台湾辅选上面非常重要角色的蒋万安呢，他直接这样讲完，还直接说了国民党你们到底实力要不要自己掂估一下？他不担心国民党里面如果真的有人火大了，没关系，那大家各走各路，大不了就是可能席次少一点或者怎么样，我们难道自己就不能打天下？他不担心这种事吗？我这个就要从他定调民众党开始。他讲过，民众党创党的时候，他讲过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党，叫柔性政党。这个柔性政党是什么意思？我随时可以跟昨天翻脸了。所以我今天骂你比如说我骂民进党你民进党还有人跟我逃来暗去，那我当然就是知道说我这样子骂还是会有我当然不会整个党都不理我，还是有一点点人会理我嘛。他骂国民党也是一样啊，你秦惠珠、林涛，甚至是钟小平骂我又怎么样？你未来你党主席要不要跟我合作？你6都首长要不要跟我合作？要不要谈？不谈没有关系啊。那这种情况，它其实就有点像慢性中毒，像病毒蔓延一样。那这也不是负面，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因为第3势力的确他就要在夹缝中求生存。你看他提名的或者是他放话的那一些县市选区，你就知道他的想法了嘛。你蓝的没有做决定绿的我看起来你蓝的不敢选绿的很强，或者是这个蓝的没有接班人，他就趁虚而入嘛。他的提名策略就是这样，趁虚而入。他只是这个包含在嘉义也是这样子你们还没决定好，那我先提。宜兰你们还没讨论好，那我先提我提了就有舞台嘛，有舞台我就可以表演嘛。输赢之后再说。蔡壁如最懂柯文哲。蔡壁如在柯文哲根本还没有出来公众舞台的时候，蔡壁如讲什么？也可以选台南的。他们本来就是用这种放话的方式在做选举的操作，因为他话放下去之后，比如说我今天骂蒋万安，蒋万安说不定派张委员来跟我讲我们今天骂民进党，民党可能派谁会来跟我讲有讲有机会嘛，反正我本来成本就是0，我是0，我就是无本生意好。那但是最后分析，柯文哲跟黄国昌他会走到一个死路黄国昌是一个会帮自己留后路的人，
但是柯文哲是一个绝对威权的皇上嘛，你看他去拐他的嘉义市女议员就知道了，卖 K 啦，我在排长在干什么东西啊？潜台词啊，所以柯文哲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纪律，要的是部队，他会批奏折嘛，他会讲什么死可以嘛，就跟这些这个君臣父子嘛搞6轮，那他今天跟黄国昌就不是6轮，好，他今天跟黄国昌讲说，你去新北市长选到底。那黄国昌心里想说，我戏子都没有选到底，我跟你新北市长选到底，我民调第3名，你要选到底，你是要我战神变成什么猴形啊？所以这个就会是他们的冲突点。黄国昌想的是长袖善舞我一路都是硬到底，我超硬的。我不排除跟蓝白整合民调然后出现的话，一定全力冲刺然后如果这个失败的话，全力辅选嘛。可是这是对民众党最好的发展嘛？对柯文哲来讲，你黄国昌选到底，才有新北市党团的机会，才有母鸡带小鸡嘛。我柯文哲已经跟人家呛说我要去嘉义了嘛。那你柯文哲也可以这样子跟黄国昌讲说我上一次蓝白分之后，我有没有选到底？我是不是第3名？我不怕丢脸，你怕丢脸？你民众党还要混吗？我在猜他们下一个冲突点会是在这里，就是黄国昌会想要找一个漂亮的退场方式，但是对民众党真正好的发展应该是黄国昌打到底，不然的话，我们大概大家都有听过这个论调，就是说6都要有一个亮点选区。那如果黄国昌留在新北，对民众党绝对是亮点选区，这无关我们蓝绿白的立场。但是如果黄国昌抽腿，柯文哲又没选，那我们要期待民众党的支持者要跟随谁？去嘉义吃完喷水火鸡肉饭之后，我陪那个张启凯绕圆环吗？还是去宜兰东山河跟陈婉慧在那边玩亲子公园玩水？那不是民众党支持者想要看到的画面，所以他们的下一个十字路口会在这里。喂，你们的支持者听完柯文哲讲的，会不会很气？那可是刚才如果照大家讲，民众党最好的发展就是柯文哲现在走的路他就是这样子那对你们来说，那怎么办呢？我认为这个姜还是老的辣柯文哲的发言跟像黄国昌担任民众党主席的发言，柯文哲有很多不同的悬念跟不同的想象。是。柯文哲的发言跟像黄国昌担任民众党主席的发言，柯文哲有很多不同的悬念跟不同的想象，是，对不对？那个完全的就是说，你知道他这个是没来由的突然冒出这一句。我认为他批评蒋万营养午餐政策，我能理解，因为他过去是不支持营养午餐免费的。台北市长他当时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立场。但你说柯文哲的确他过去不支持补贴政策，但我后来查一下，他总统大选还是提出很多补贴的政策生育津贴跟长照住宿都是一样遇到选举还是会转弯嘛，但没关系，回过来，营养午餐立场一样，针对蒋万。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突然打蒋万毕竟他可能认为他过去担任过台北市市长，是好市长的高度，指点一下这个后面的小老弟这个我们虚心接受但回到这个柯文哲在讲说，他说国民党不要太高估自己的实力，我就很疑惑，请问一下，国民党从这个上次总统大选结束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对哪一点对不起台湾民众党？我们有哪一点假狼告告，就是压着台湾民众党？好像都没有因为老实讲，我觉得目前立法院的合作都蛮对等的嘛，甚至地方议员选举，我们还传出要这个市长蒋万要不要帮民众党站台这样子的风声嘛。所以你突然这样跳出来讲，当然会激起蒋万安的支持者或国民党支持者的一个不爽，这是一定会出来的。但老实讲现在民众党主席是黄国昌所以我们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我们的合作路线，黄国昌说的算，还是柯文哲说的算？那柯文哲现在讲出的这语言，明显跟蓝白合的这个大方向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请问一下，黄国昌主席，你要去约束你的柯文哲党员吗？黄国昌去约束柯文哲？不是，我不知道，按照党主席约束党员不是正常的吗？前党主席算前党主席应该这样，但通常前党主席都应该尊重。所以我觉得现在状况是这样子倒不是我在挑拨黄国昌跟柯文哲之间的矛盾，而是现在民众党对国民党而言，我觉得就是面对他们的一个两手策略柯文哲当黑脸，黄国昌当白脸。那我们支持者要怎么看待
柯文哲代表黄国昌，还是黄国昌代表柯文哲？我不知道啊，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支持者很混乱，就是因为不同政党才会有不同的意见。那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老实讲，不是我们这些什么市议员、是立法委员去弥平大家矛盾啊。上面的我们的大人们啊，2位党主席们啊，或2位我们这个党政的高层们啊，面对争议，你们要想办法出来弥平嘛。因为你柯文哲这一次你不弥平的话，一样啊。我2026甚至2028，我都会回过头来记得他讲过这一句啊。那请问他是不是就变成一个蓝白之间没办法合作的一个这个导火线，跟一个这样子一个起始点 ？OK， 刚才 Thank you 讲说那个就是柯文哲跟一个他们的白银的要参选人那个画面，Thank you 刚直接说他觉得就是在架拐这个感觉，我不知道现场来宾觉得是吗？让观众朋友看一下那个画面，你觉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观众朋友看一下，来。还有搞拜，快要拍一张了，真水嘞啊！来，我给你说一下，飞啦，喝款，长辈来，不用再找些宝贝，不用再找些宝贝，不用再找些宝贝。我真水嘞！我想讲来家里，不用再找些宝贝，我真水嘞！喂，你觉得是吗？很多人去解读啦，但没有，因为他那个拐子出去之后，然后眼神的确瞄一下，那个表情是不悦的啦。但待会我知道1、3哥待会会告诉大家说柯文哲的习惯哈，但的确我觉得他不是刻意的去要，就是他并不是刻意要去诋毁或者是这样子让这位女性的这个参选人然后不要靠近还是怎么样，他比较是下意识，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他本来跟人群就是比较有一点点距离的，然后再来就是他其实的确在这个被关了一阵子哦，所以你说这个突然之间有人从他旁边出来的话，难保他不会这个突然觉得很紧张，好下意识的一个手甩出去，哦，都不知道啦，不知道啦，那还是看他后来怎么自己解释，但看起来他好像没解释嘛。OK， 那心里你觉得是吗？那么重啊？你觉得是吗？我觉得那个当然是不愉快啊，那个很明显啊。不过我倒不觉得这个是那么的不当啊，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说今天重点不是你哈，那今天重点他可能是希望衬托张启凯，所以他可能觉得就是说他觉得你这个时候不要过来，那也许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要跟他很热络。不过我真的讲，我觉得这个我认为这个柯文哲确实是比较有政治智慧，因为当一个小党哦，确实就是要这样，就是说你当一个小党在立法院，你真是关键多数、关键少数。坦白讲，你任何的案子，你只要说。你觉得这个该跟蓝的合作或该跟绿的合作，你只要有一定你的原则，我觉得搞不好你这个党还会变得非常重要，甚至在下一次的选举，我觉得你的分量会真的很重，或者你也可以因为这样带了很多的议员上来，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就是说这个党被黄国昌带到，就是已经变成真正的就变小蓝了哈。那也许他现在想要调整一下，那调整就要民进党也愿意在一些地方跟他们合作，不，或者他觉得你们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是站在例如说总预算啊、国防特别预算这种福国利民的这个立场上，我们当然乐见这个民众党哈可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过你说啊，会不会因为这样，然后就造成我们的选票大流失？我认为哈，国民党真的要担心。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已经不会晕船了，为什么？因为过去有太多的风风浪浪，好，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们的支持也不会晕船。但是我们觉得乐见，就是说，你知道过去我们为了挺柯文哲，我们那时候还喊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那时候台北市以前跟所谓的那个台湾省长那是同等地位的嘛？好，台北、高雄、台湾省，那时候那个陈定南喊出400年来第一战失败嘛，那很可惜。当时柯文哲被认定就是说继陈定南之后。哇，可以有一个这种院辖市陈旗的这种400年来第一战，然后所有的支持者是疯狂的这个力挺他，好，那结果到最后不是改变成真，我后来觉得那改变成真，后来人家想说那个改怎么那么像正，好像正变成真，哦，原来那里面那时候已经有一些隐喻在其中了，因为他那时候不是写改变成真吗？对，他对很多我们的支持者来讲，哇，柯文哲真的是正变成真。所以你说会不会因为柯文哲这样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支持者就会哇很大的这个板块移动？我认为还好啊，因为真的是不会晕船。OK， 但阿淼那个画面看起来一定会不舒服的感觉。虽然有很多人也帮他圆，然后讲怎么会他跟那个白银，而且他就力挺他或者什么，但就以画面来看，画面有很多人觉得那样子会不舒服，看了会不舒服，或是然后你这几天看网络上面柯文哲以前的一些言行啊什么，全部都直接的。被大家拉出来，就是再看一次。
这个如果说我们以运动场上来说啦，这个叫做完全不必要且多余的动作，这应该没有意义吧，对不对？就是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心，这是你自己有意识的架拐子，还是说你的什么反应动作怎么样，反正就是多余且完全不必要的动作啊。更何况刚才节目前面播了嘛，这个连贯的影片其实。柯文哲他本来要展现亲民，对不对？所以他一开始是马上伸出手去拍民众，把民众说来照相，把民众拉过来。他本来要表现他很亲民啊，结果马上下一秒自己人在旁边架一下，这个反差太大，所以大家看了会觉得说，奇怪，这是怎么会这样？所以看直播的网友觉得很怪嘛，所以这在网络上会发酵了哈。当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则以喜的是说。原来还这么多人认真在看他这个直播，对不对？在这追柯文哲的画面，然后网络上甚至政论节目，你看现在我们在讨论他嘛，这对柯文哲来说，这是他认为的好事，因为在柯文哲的哲学里面，任何新闻都是好新闻。柯文哲心中唯一的坏事就是没有新闻，就算是负面的，对他来讲，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声量啊，所以这是一则以喜。但一则以忧是说，现在的民众党看起来好像柯文哲确定是母鸡，对不对？因为你说柯文哲他陪张喜凯啊，当张喜凯竞选总部主委啊，全台这样子，未来一定会跑透透嘛。然后议员的候选人也要跟柯文哲同框嘛。他们之前不是才在这个维园的选区也办了一个座谈会啊，柯文哲坐 C 位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些种种啊，包括说批评蒋万安营养午餐的。其实也是在那个松信他们要选议员的场子出现的。那苗，你说看起来他就是母鸡，他一定是啦，因为包括他直接讲的那一段，那全台湾的媒体都会讨论到，是，然后包括讲国民党不要高估实力，然后同时国民党，你有看到国民党从主席以降有哪一个政治人物直接秦姐有出来讲一段话啦，然后林涛讲的那个是另外一个反面的说法，说他是不是？几乎没有人出来直接回嘴，或直接说什么东西。这就是一则以忧的部分。然后萧旭晨副主席生活直接说，对他说的也没错。这时候他比较直接了，对不对？有需要讲这个吗？这就是忧的部分。对啊，就是你从他这一段里面来看，虽然他现在仍然是白银的母鸡，可是他的分量确实不如以往，这是忧的部分。什么叫分量不如以往？以前柯文哲他有个人设。叫做这个，我把它形容啦，他们当他设定人设叫做铁血人一啦，就是说，个性可能有时候比较冲，讲话可能比较有时候奇怪，可是他总是讲真话，而且呢，他自带道德光环，说以前在台大医院救了多少人，怎么样的，所以他这个只要板起脸孔，在镜头前面严肃批判，总是下面会有一堆粉丝拍手说啊，你看柯 P 讲出人民心里的话。10几年前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他刚选台北市长的时候，甚至他台北市长第2任的时候，都还有像这样子的人设哦。可是你看这一次呢，他在那个座谈会板起脸来，左打绿右批蓝，一下子就说什么赖清德你不要卖国，一下子说蒋万安你在骗选票。我请教一下，蓝绿有谁认真的回应他这件事情？你说大家是不理他了？就是他的这个板起脸来批蓝打绿的这一套我觉得在现在看大家的反应，我觉得已经失去了以前的那种他的 personality， 他的魅力 charisma。因为以前他自己本身虽然大家对他的政治的意见不同，但是他为自己建立一个道德人设嘛。他说他清廉。他这个不贪不取，然后呢，这个蓝绿一样烂，因为他以前都讲垃圾不分蓝绿啊，都说别人是垃圾啊，他有一个道德人设嘛，他有贞洁牌坊嘛。可是现在他在板起脸来骂别人的时候，他背后已经没有那种道德能量能够支撑他了。所以你看蒋万安本人的回应是什么？他说柯文哲主席对各种事情都有各种意见，不是很正常嘛？其实是在暗酸是在暗酸就是他讲话就是变来变去嘛。绿营的柯文哲板起脸说叫你赖清德不要卖国，我看绿营根本没有人出来回应他这一段，因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这些在社会上已经无法激起涟漪了。最大的涟漪是在他们白营自己的侧翼社团里面，有蓝营的群众在骂说柯文哲怎么这样讲话，在批判这个他们蓝营未来的共主。他引起最大涟漪，竟然是在自己的支持者里面分2派在讨论。所以这是他一则以忧的部分，就是他还没有认识到他现在已经没有那个道德人设了。毕竟在市长室里面骑飞轮收人家现金300万的市长，
有什么好来批评现任的市长说你在骗选票？这个想想就荒谬嘛，对不对？然后呢，你这个任内一个100亿的容积案，你当个市长，你可以说你不知道，你不知情，你什么都不了解，你有什么办法去批评说叫总统不要卖国？这些都是他自己还没有发现的落差啦。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真的要静下心来，好好去思考说。他在经历了过去做了这些事情被掀开端上台面之后，他的政治人设要调整，因为他已经没有以前现在还要自比曼德拉，这种魅力，我觉得已经没有了。但是上空不得不说，国民党确实有很多人是被抓着软肋吗？他就是这个样吗？因为要不然的话，好，第一个骂了蒋万安，第二讲了这些国民党没有实力。所谓国民党被抓到软肋的地方，就是你怎么办呢？像新北。那这2天有很多份的民调出来，如果你要是真的把它搞成三咖都，你真的有把握一定要赢吗？大家都说柯文哲的个性就是跟你玩到底，那玩到底以后，国民党担得起丢掉这个吗？2026如果丢掉一些，那2028怎么办？就所有这些，就是因为好了，当你有求于人就是这样。那无欲则刚那是一回事，看起来国民党没有办法做到无欲则刚啊。我觉得第一个。新北丢不起了，是吗？400万人口了，台北也丢不起了，台北也丢不起。还记不记得他被交保第一天坐在车上看着双子星？那不就是在修理蒋万安吗？现在也是在修理蒋万安嘛。那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修理蒋万安为了什么？你要推人跟蒋万安选，我骂你，合理吧？合理。那如果我不推人，我要骂你，那为什么？好看你逼你说，你跟我合作要辅选我的议员，也合理嘛。如果我没有，我也没跟你开口，那我为什么要骂你？为什么要骂你？就回到新北一样嘛。我只要叫黄国昌选到底，如果苏巧慧跟李四川的民调一样，那他的筹码就变大。如果讲李四川稍微输，看到苏巧慧上来，那柯文哲的筹码更大。好，我筹码更大，那就回过头来，你台北我在骂蒋万安，你要不要考虑？难道你真的有人要选吗？我这边除了新北筹码扩大，我在台北我筹码也可以拉大。我筹码也可以拉大，我就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还说，我考虑选台中，那筹码会拉得更大。因为台中现在还没搞定呢，就赖英。就我也不晓得，突然万一跟你说我考虑台中，你说筹码会不会又拉大？你拉到最大的时候，国民党的你要跟我妥协的妥协度要更大。要更大。我本来现在可能只要一个，反正新竹是我的，我可能只要一个彰化或是宜兰。等到妥协度要再大的时候，可能我要再加一些。因为我觉得柯文哲不是笨到一个认为说李四川、苏巧慧、黄国昌会赢新北市。我不相信，当然他会这么以为，但他知道可能会让李四川掉啊。对啊，这就是他创造筹码。那我骂蒋万安，那一些年轻的选票会不会要你跟着我摆荡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对蒋万安也是压力？对蒋万安是压力，就是对国民党是压力。那我不断的一直要把我筹码拉到最大，那你不跟我妥协，开干谁倒霉？自己评估。我不断的一直要把我筹码拉到最大，那你不跟我妥协，开干谁倒霉？自己评估。当然不是没有干过这种事啊。他的哲学里面就是说我派人不一定当选，但我要把你落选啊。所以柯文哲在做什么事？我觉得柯文哲第一个是在扩大手中的筹码，威压国民党。第二个，他又在创造一点跟绿未来可能的空间。不然他不用到立法院去见柯建铭啊，不用所以他又要创造一些可能的空间，那他就可以
哎，跟绿如果创造可能的空间，他对蓝的筹码又放大、更大。他一直不断的在放大他的筹码哦，不断的一直放大他的筹码，但是放大他的筹码，哎，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鬼针草联盟，这大家都知道嘛哈，不陌生的嘛，专门是白银的嘛，里面开干啊，里面讲话还是一样北差好，然后就在骂柯文哲啦，然后最妙的一句话，有能力、有风度、有智慧的黄国昌带领我们干掉民进党。这个人骂柯文哲是支持黄国昌的，鬼针草是黄国昌的，是支持黄国昌的啊。然后另外也有几篇也是在骂，但也有人出来就说你们这些人是蓝营的装小草。当然你说现阶段黄国昌怕柯文哲，柯文哲怕黄国昌，还是你们内乱的？其实柯文哲不会怕黄国昌啊，他完全不会怕黄国昌，因为你的党主席是2026年底到，你真的要退出政坛，那你就不要听我的话，选新北。如果你还要留在政坛，那你要考虑一下，如果我2026年的党主席，我再支持你，你当选党主席，你就有2028年不分区提名资格。那是不是等于也捏着黄国昌的未来之路？所以你说柯文哲在干什么？他在掌握他的党内，他在寻求跟民进党的一些合作空间，然后又在这边要创造最大的筹码，又在里面摆荡的玩他的政治的游戏。你说他想不想2028？我想他应该也会稍微想一点。对啊，但委员直接请教一下，正习会对你们的选战会加分吗？加分啊，加爆啊！真的吗？我现在没开玩笑。如果加分加爆，你们可以延到9月、10月办。因为他11月投票呢。来，听我讲。我也会把正习会的照片印成看板，然后会贴在他的。听我讲。我们1月底国共论坛应该是确定的，那专门会办哦。那我其实当然我觉得正习会的新闻不断的出来啦，但是。你说到底会不会有正习会？就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真的是打一个问号。就是说，因为我也不太希望，就是说透过国共论坛以外之后，还要有另外一个所谓的正习会，因为国共论坛就是两方的党主席。好，那这个彼此的这样子一个对谈，它是一个比较符合相关制度的一个方式啊。那你另外拉出来正习会的话，那国共论坛的重要性不就被打下去了吗？那再来还是要回到，如果真的有正习会的话。他一定要公开透明啊，就是包含你要傅昆萁当时带了我们那么多立法委员去到北京，然后当时是跟王沪宁见面嘛，那个握手也是公开的啊，但就是会有所谓的闭门会议，那你有闭门会议就容易被操作。那以目前而言，的确我觉得两岸之间是可以去讨论、可以去谈判的，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在野党啊，我们现在没有中央的一个执政权，你要谈的什么样直接的沟通或怎么样的一个交流，其实我们也不是真正可以有让国家跟对岸有一个行政的往来等等之类的，所以能谈回来实际东西，我觉得其实微乎其微了。那所以正习会部分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如果真的有的话，整体的公开透明是重要的。那它的确是会有一些人会觉得，对，那两岸之间可能又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篇章或新的一个合作的开始。但绝对不能有闭门会议这种黑箱会议了。但不过你看，郑主席自己评估，觉得希望能够在上半年有正习会，而且对他们国民党的选情大加分。我是鼓励要加场啊，而且就是上半年、下半年应该各一场，两场子，因为1个月半、周办，因为可以谈的议题应该蛮多的。然后我是觉得，就是说在年底选举前，可以在一个这个加码场这样子，对。因为这个正习会我觉得到底要不要谈，或者国共论坛这个1月底到底也不用卖关子哈。对啊，国共论坛到底要不需要卖关子？其实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在意的是说，不要因为了正习会而正习会，不要为了国共论坛，然后也不要把我们的国家总预算、把我们的国防预算卡关当作是门票，当作是筹码。也许国民党又会说啊，你们又在抹黑，你们要造，我不是抹黑，我也不是造。我们这个是合理的质疑嘛？好，如果说今天为了一个正习会，为了一个国共论坛，然后你必须要做那么多的动作，然后
这个不能够有任何环节去得罪中国，然后才能够成型。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会招致人民的反感。所以我认为，第一个，两岸的这个交流要正常化。我们从来不挑衅，我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对中国有什么敌意，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捍卫我们自己的主权。我相信，希望在这个结构基础上，跟国民党能够有一个基础的共识。那至于这个国民党觉得要怎么样能够创造他们的这个政治的声浪，要依靠政协会国共论坛，我们都祝福，甚至我们觉得加码，我们也祝福他们。对，你真的很希望加码他们这个因为议题太多，他们觉得议题太多，他们可以多谈啊。OK， 加分嘛。对。那在大家关心全球的局势、关心伊朗的以前，奕善可不可以帮大家解密一下柯文哲柯前主席那个动作到底是？对，他以前拍照有习惯哦，他的习惯就是说我要辅选，比如说我要辅选那个博文啊，那苗博雅是民众要拍照啊，我就是要站在博文的中间嘛。那对这个拍照者觉得两个人都有加持到这个拍照者嘛。那拍照者传到脸书里面，我们两个人都有上去嘛。但是你旁边多了一个，那我就变成是我不知道我要辅选谁啊。所以他以前拍照是有 SOP 的如果旁边多了一个，你旁边的幕僚是要跟他讲说你等下一个人，你也可以站中间拍，但是你不要到旁边变成4个人，那这样主体就不是这个民众了，而是变成是变成不知道是谁了嘛，又没有人站 C 位嘛，因为3个人中间的这个才是 C 位嘛，所以那个候选人是自己，我也觉得有点白目啦。他要拍，其实跟柯主席讲一下，我这帮柯主席讲话，你就说柯主席我要拍，那你就可以坐中间，对，这个是标准的他的 SOP 模式，所以你违反了他的 SOP， 他会火大的。你就说柯主席我要拍，那你就可以坐中间，对，这个是标准的他的 SOP 模式，所以你违反了他的 SOP， 他会火大的，所以他就用这个肘子去拐他嘛，叫他说，你轮下一个嘛，你不要再在我旁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小插曲，但是可以看到一点以前为什么要建立这个 SOP， 是因为要跟他排队拍照的人很多所以要建立一套 SOP， 让这个管理有序嘛。以前他到夜市扫街的时候，旁边要拍照都排一堆100多个所以要建立 SOP， 但是你现在你看他在街上扫街的时候，到嘉义扫街的时候，是他捞人说，来到底hier之类，不是人家要排队跟他拍照，这也代表柯文哲人气下降。OK， 好，那你关心国内的时候，你一定要关心到全球，尤其伊朗的局势。看起来，奕善，第一个，伊朗似乎随时可能会有一些的动荡，因为包括以色列直接放话，各位记得吗？伊朗是直接说，如果要是打他们的话，他们会发动报复性的一些反击或什么。以色列是直接说，就算700枚导弹打他都跟美国说，他就是要让伊朗政权变天。为什么？因为这个政权如果没有变天的话，我看这些抗议的民众跟所谓的军方革命军的这个所谓的冲突会不断的加重。所以现在最新的讯息说15000人吗？总共依据人权团体的估计大概1.65万人死亡，33万人轻伤多数发生在这2天内里面死者，而且大部分是年轻人。但是因为他们网络传讯里面中断，所以很多人是透过所谓的星链系统的终端机，将这些害人的数据传到海外。我一直都说，这个所谓的革命卫队，他们不希望把这个消息出来，而且他们控制相关的死伤人数的方法，竟然是用非常非人道的方法。因为你要领尸体回去，你就要说不是被我们革命卫队杀的，所以才导致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愤怒嘛。所以以色列这一次也硬起来说我们不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美军打伊朗的话，包含革命卫队的相关的重要的军事设施，如果美军一轰炸，他们的报复行为一定是以色列，因为炸不到美国嘛。所以他说誓死一搏我宁愿承受700枚飞弹的袭击，只要换取伊朗政权的垮台。这等于是跟美国招手说，我们一起来轰炸这些革命卫队相关的军事设施，而我以色列不怕你来报复。而且以色列说真的，我们的台湾之盾的系统跟以色列的这个学习以色列这个
铁穹系统，事实上它有能力去阻挡这700枚飞弹的攻击哦，所以它已经自信有防空的能力的准备。IDF 警告任何伤害以色列的行动展开攻势哦，那美军也相关的驰援的动作也不断哦，所以整个的一个状况在相关的骇客也侵入到所谓的这个伊朗的相关的电视台，希望他们可以民众起义来归哦，来呼吁他们支持这个流亡的这个王储。我相信这个也是王储来做这个骇入的动作啊，应该有相关的这个支持王储的这些骇客来渗入到他的国营电视台 IRIB， 强行插播支持流亡王储的这些相关的画面。所以以伊朗的政情的转变，我们应该要持续关注。而这个持续关注的变天，在于说到底这个政权下台之后，他的替代人选到底是谁？而美军未来会用怎样的强度的行动来支持这些抗议的分子？OK， 但上头，川普一定要格陵兰吗？他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前2天看到一则那国际那个画面，我都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矛盾好笑的画面。格陵兰宗主国是丹麦，丹麦有 F-35，丹麦派 F-35去巡航护卫格陵兰，你不觉得这个画面是很好笑的一个画面吗？然后 F-35是谁的？是美国的。然后川普现在就是要格陵兰，那时候说用打的，他说不要用打的，因为全欧洲都反对。接下来呢，好用买的，用租的，给你美国局，他无所不用其极，他就是要格陵兰就对了。对，看来他的态度好像蛮强硬的啊。从一谈到格陵兰，说不排除军事啊，然后后面不是有媒体揭露说要用买的吗？一个人发多少万美金嘛？对啊，300多万吧，要把它买断嘛哈。那当然，现在又出现所谓的要用租的看看嘛哈，他可能在下周的本周下周的一个论坛啊，达沃斯论坛，它是一个非常有名，可能会邀请全球里面会邀请一些有名的企业家啦、元首啦什么的一个重要的论坛啊。他说在这个论坛里面要摊牌。会邀请一些有名的企业家啦、元首啦什么的一个重要的论坛啊。他说在这个论坛里面要摊牌，那我就不晓得这个事情他们要怎么处理。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当初欧洲就有说过要派类似像联合国维和部队去嘛，结果到最后，除了丹麦以外，7个国家总共派了37个人啊，37个人。37个人，包括英国、芬兰挪威啦、瑞典啦、德国啦、法国啦，总共再加上丹麦，刚好8个国家，所以大家说要8国联军。结果川普很不爽，川普不是签了一个2月1号开始对8个国家要加18%关税，就这8个国家，英国够不够铁哥们？够吧？对，照10%。然后丹麦跟他们也非常好，你刚才还提到说有 F-35嘛，够好吧？也一样10%，也一样10%。里面你说这8个国家，基本上大部分跟美国没什么大仇啦，对啊，要么都很好啦。但是你看8个一律加10%，你要介入这个格陵兰的事务，我就跟你反击。那凸显一件事，你们要介入。我是不高兴的，我就是要格陵兰，所以刚才也就讲了说99年嘛，现在改要租99年嘛，好，就是说我买不买啊，我也不打了，那大家谈一谈租99年，那99年你要看丹麦同不同意啊，那等于说是主权暂时让99年，那谁晓得99年之后呢？我们记得在讨论那个。要打伊朗的时候，他们有一些飞机到那个伊朗南部那个英属的格迪什么嘛，那个也是到最后站久了不还了，变他们的，所以你说他们也会犹豫嘛，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一定要格陵兰？除了支援航道，因为中俄在那边太频繁了，你要听过。中国曾经说过，他们是距离北极很近的国家，事实上那远得很。
距离很近的国家等等，在里面也有设他们的研究站啊等等啊，所以你看到川普就是很在乎北极、中俄，甚至于他都在抱怨加拿大你的北境的防御实在太弱了，太弱了。现在要求加拿大要提高军费，要那个在北境里面要堵那个中俄。他认为说，你现在北境的防御太弱了，根本是暴露在中俄的威胁之下，叫你防，结果你变成在别人威胁之下也要求。所以看来，川普在格陵兰这一块态度蛮硬的，但是他也试图要拉一些盟友，比如说他就跟加拿大说，其实格陵兰给我对你有好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反对，你也要加入，因为北极哦，他们有一个组织是北极圈国家 ，OK， 而且加拿大也都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川普一边骂你，一边又要拉你，然后一边又要去买别人，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中俄，他要阻止中俄直染。那个北极的南子北极的心态是非常强烈的。看得出来，川普对川普他只要想要的，他会不会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要拿到。那格陵兰或者北极的重要性，那不言可喻。好，那重点就是未来呢？未来本来都是盟友的，会不会因为这一个格陵兰，然后大家会反目吗？那甚或全球未来局势会是怎么样？我们的关税那谈完了，然后所有这些的进展，接下来看的就是全球其他一些国家呢。那对国内来讲，包括蓝绿白之间，因为柯文哲一席话，未来又会有什么变动？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